老年注意，肛门癌来临会出现3个症状。警告：一旦出现别忽视。李先生，65岁，平时身体健康，没有明显的慢性疾病时，最近几个月他开始感到肛门不适，有时会出现轻微的疼痛感，同时他发现自己的大便中带有鲜红色的血液，有时血液混合在粪便中，有时则是一滴一滴出现在马桶中。他还发现排便变得困难，需要用力才能完成。这种情况严重影响李先生的生活质量，决定去医院检查一下。通过问诊，我们了解了李先生的症状，患者出现排便异常现象，同时出现了血便和肛门疼痛。李先生并无肛门疾病家族史，之前也没有发生过痔疮，但李先生偏好辛辣刺激的饮食，而且有饮酒的习惯。根据李先生的临床症状和饮食习惯，我们怀疑李先生应该发生了痔疮。随后对其进行体格检查，体温36.8摄氏度，脉搏78次每分钟，呼吸18次每分钟，血压130/80mmHg，腹部触诊未发现明显异常。随后我们进行直肠指检，可触及肛门壁有一肿块，质地较硬，表面不规则，直径约为3厘米。由于肿块质地坚硬且不规则，我们决定进一步检查。通过实验室检查，确定大便隐血试验为阳性，患者出现了便血，随后进行结肠镜检查，可见直肠内一肿块，表面不光滑，呈灰白色，质地坚硬，直径约为3厘米。我们决定进行 CT 扫描，显示直肠壁增厚，局部淋巴结肿大，我们怀疑为恶性肿瘤，因此在肛门镜的帮助下，提取肿块物质进行活检，活检结果发现恶性肿瘤。根据患者的症状、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结果，李先生被诊断为肛门癌。CT 扫描发现肛门周围淋巴细胞有转移和扩散现象，但未向其他组织或器官转移，因此确定肛门癌为2期。我们根据肛门癌的分期和李先生的整体情况，制定了全面的治疗方案，包括手术、放疗和化疗等综合治疗措施。我们通过手术切除肛门肿瘤组织及其周围的淋巴结，根据肿瘤的分期和位置选择肛门切除术。肛门切除后需要进行造口术，以便排除粪便。放疗和化疗可以在手术前、手术后或作为单独的治疗方式使用。它通过使用高能射线来杀死癌细胞，减小肿瘤的体积，并预防癌细胞的扩散。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5氟尿嘧啶、奥沙利铂等。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人工造口也可以正常使用。李先生仍然需要定期检查，防止癌细胞扩散或转移。除此之外，李先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不可使用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而且要少饮酒。肛门癌早期症状不明显，容易被忽视，一旦出现肛门不适、便血和排便困难等症状，应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查。根据检查结果，采取综合治疗措施，包括手术、放疗和化疗等，以提高治疗效果和生存率。同时，定期进行随访和复查，以及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有助于预防和早期发现肛门癌。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肛门癌。肛门癌多发于中老年人，癌症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。首先，存在大量的流行病学数据可以证明肛门癌的确更多的影响中老年人。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，癌症风险会随正年龄的增长而增加。癌症高发年龄峰值60到79岁之间，这一年龄段的患病率远高于其他年龄段，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癌症风险会逐渐提高。2023年1月12日，全球医学神刊《临床医师癌症杂志》提出，全球范围内可能因为人口老龄化的加剧，预计2040年相比2020年，癌症负担将增加50%。届时新发癌症病例数将达到近3000万，由此可见年龄对癌症的影响巨大。因此，中老年人应该格外注意防范癌症。中老年人的免疫系统逐渐衰退，抵抗能力下降，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清除能力也相应降低，这使得中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癌症的侵袭。其次，中老年人的身体器官功能开始出现老化和衰退，慢性疾病的累积和长期药物使用也给身体带来了一定的损害。中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也是影响因素之一，长期的高脂肪、低纤维的饮食结构容易引发肠道疾病，从而增加了患肛门癌的风险。
中老年人群长期面临着压力、焦虑、忧郁等心理问题，这也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免疫功能下降，进而使得他们更加容易患上肿瘤等疾病。从遗传方面来看，中老年人不仅本身的生物学特征使得他们更容易患上肛门癌，而且一些遗传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老年人患病的可能性。由于肛门癌有遗传倾向，因此有肛门癌家族史的中老年人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。家族史中的一些遗传因素可能增加了患肛门癌的风险，同时也强调了中老年人需要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状况，及时排查家族病史，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。另外，长期慢性炎症会对肠道黏膜产生刺激和损伤，而且老年人体内自由基的可能出现积累，加上中老年人由于生活和饮食习惯不健康，更容易引发慢性炎症，如痔疮、肠息肉等疾病。这样的炎症长期存在，会增加癌变的可能性。中老年人由于年龄增长及长期慢性疾病的影响，体内自由基的清除能力可能减弱，导致自由基损害细胞 DNA， 诱发癌症。中老年人的身体器官功能逐渐变弱，免疫力下降，慢性疾病的累积以及长期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，都使得他们更容易患上肛门癌。因此，中老年人应该更加注重自身健康，改善生活和饮食习惯，加强体育锻炼，定期进行肠镜检查，以及警惕一些潜在的遗传风险因素，从而减少肛门癌的患病风险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注意观察机体变化，尽早发现肛门癌。中老年注意肛门癌来临会出现3个症状。肛门癌是一种少见但危险的肛门疾病，主要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。肛门癌的早期症状往往不明显，导致很多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。因此，了解肛门癌的症状是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对中老年人来说。症状1：肛门出血。肛门癌患者常常出现肛门出血的症状，这是其最常见的症状之一。出血通常表现为便血，或者在大便中发现鲜红色的血液。这种出血可能伴随着排便时的疼痛或不适感。肛门癌的恶性细胞会不断增殖并侵蚀周围的正常组织，包括肛门壁、直肠和邻近的血管。这种侵蚀过程会导致血管破裂，从而引起肛门出血。出血的程度和频率取决于肿瘤的大小和位置。肿瘤的增长会导致肛门周围组织的压力增加，从而压迫血管。这种压迫会导致血液循环受阻，血管壁受到损伤，最终导致肛门出血。肛门癌患者常常伴有便秘和腹泻等肠道问题，便秘会增加排便时的压力，导致肛门周围的血管承受更大的压力，容易引起出血。腹泻则会导致肛门周围的组织受到刺激和破坏，进而引发出血。症状2：肛门疼痛。另一个常见的肛门癌症状是肛门疼痛，患者通常会感到肛门周围的疼痛和不适，特别是在排便或长时间坐立时。这种疼痛可能是由于肿瘤压迫了周围的神经，或者是因为肛门癌的生长造成了炎症和溃疡。癌细胞本身也会造成神经疼痛，随着癌细胞的扩散，肛门疼痛的症状会越来越明显。所以，当中老年人出现肛门疼痛时，应及时就医排查。症状3：肠梗阻。肠梗阻是肛门癌常见并发症，也是患者就医时的常见原因之一。肠梗阻通常表现为排便困难、便秘、腹胀等症状，这是因为肛门癌的生长导致了直肠腔的狭窄和阻塞，从而影响了正常的排便功能。肠梗阻会导致患者消化不良、腹胀、恶心、呕吐等症状，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。肛门癌早期出现的肠梗阻症状很容易被我们误以为是便秘，导致我们错过治疗疾病的最佳时期。当我们出现排便困难等症状，应该及时去医院排查病因。除了上述3个主要症状外，肛门癌还可能导致全身性症状，如体重减轻、贫血、乏力等。这主要是因为肿瘤消耗了体内的营养和能量，导致全身症状的出现。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虽然肛门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，但是一旦出现上述症状，尤其是持续时间较长或症状加重时，应立即就医进行相关的检查。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。警告：肛门癌一旦出现，别忽视，及时去医院检查。直肠指检，这是一种常见的肛门症状检查方法，医生会戴上手套，用手指检查直肠和肛门区域，
这个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评估肛门和直肠的状况，检查是否有肿块、炎症、痔疮等问题。二、肛门镜检查，这是一种通过使用肛门镜来检查肛门和直肠的方法。医生会将肛门镜插入肛门，以便观察直肠和肛门的内部情况。这个检查可以帮助医生发现肛门和直肠的异常，如痔疮、肿瘤、炎症等。三、结肠镜检查，通过使用柔软的管状器械来检查结肠和直肠的方法。医生会将结肠镜插入肛门，然后逐渐推进到结肠，以便观察结肠和直肠的内部情况。这个检查可以帮助医生发现结肠和直肠的异常，如息肉、肿瘤、炎症等。四、肛门括约肌电图，这是一种通过测量肛门括约肌的功能来评估肛门和直肠的方法。医生会在肛门附近插入一根细管，并通过测量肛门括约肌的压力和收缩情况来评估肛门和直肠的功能。这个检查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肛门括约肌是否正常工作，是否存在排便障碍等问题。这些检查可以帮助医生确定肛门症状的原因，如痔疮、肿瘤、炎症等，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。但是，具体的检查方法和次数应该根据医生的建议和个人情况来确定。如果出现肛门症状，建议及时就医，以便尽早发现和治疗潜在的问题。中老年注意肛门癌来临，会出现肛门疼痛、肛门出血、肠梗阻这3个症状。警告：一旦出现早些症状，千万别忽视，及时去医院检查。上面提到的李先生就出现了这些症状，通过检查确诊为肛门癌。好在发现及时，癌细胞没有向其他器官转移，因此面对肛门癌，我们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